这送出去的东西哈，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呢，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呢是分手了啊，男生呢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呢给女生买的一些贵重物品啊，他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哈，她觉得彼此不太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了，就不想接触了嘛。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她发来了一条消息啊，居然是这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呢给女孩啊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转的账，前后呢也花了好几万了啊。男生说，既然你都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啊，还接受我的礼物，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要是觉得咱们不合适，那你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钱啊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哈。就这么着，这个女孩就觉得委屈啊，就跟我诉苦嘛，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哈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有往回要啊，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也就千把块钱的化妆品啊，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啊。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我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连一点退路我都不想给他留啊。他说也很感谢他啊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这种男人啊就是寒酸，送礼物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呀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子哈，没有之一了。难怪啊他是找不到女朋友的，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哈，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儿呢。大龄剩女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真的不好说啊，但是啊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单身。8年前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啊，那会儿啊她刚28岁嘛，除了长相之外呢真的没有特别的长处了，学历也比较一般啊，家境也很一般，关键是性格她还很粗啊，觉得身边的男生都配不上她啊。当年她来找对象的时候真的是巨挑无比的，照片看着没眼缘的 pass 啊，身高不到1.8米的 pass 啊，市中心没有2套房子的直接 pass 啊，挑了啊几十个才遇到了一个双方中意的，结果就因为男生请她吃饭呀，饭店离她的住的地方远了一点她就不愿意去，非要男生开车去接她，她才肯出来。饭菜呢不合她的胃口，满脸不高兴啊，嫌弃这个男生情商太低了，不会哄女生，挑了个饭店都不合自己心意，于是啊她把这个对她最有诚意的男生给拒绝了。后来呢她继续在相亲的路上走了很多年，仍然是单身一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好啊，总是每个相亲对象上啊她都能找到人家的缺点，一直拖到了32岁的时候。结果她那个时候看上了一个男生啊，特别的主动啊，可是啊男生对她呢却是不冷不热的，她找男生说话人家就跟她聊几句，她如果不找的话男生一次也不会主动找她的。所以这个时候她才开始啊渐渐的发现，只要是她看上的男生啊人家就看不上她，已经开始嫌弃她年龄大了。她第一次感觉到了结婚的压力，真正感觉到绝望是35岁的时候啊，她发现啊同龄的男生啊都去找20多岁的姑娘了，关键的是这些20多岁的姑娘啊跟她的要求啊是一样的，那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啊？绝对是死局嘛。最后迫于结婚的压力啊，她把自己的要求一降再降啊，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呢，就是她已经降到最低了啊，到极限了。现在她呀都是快奔40的人了，她跟我说啊，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她一定会抓住那个28岁的时候那个傻傻的男生。虽然那个男生啊木讷无趣啊，情商也比较低，但是现在想想找个单纯木讷的男生还真不容易，人生没有回头路了啊，何必那么为难自己呢？你们说对不对啊？觉得有道理了别忘了啊在评论区吐槽一下哦。最近呢我遇到一个26岁的姑娘哈，她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家来看看她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现在呢她是大学毕业哈，在北京工作啊，以后呢也打算呢留在北京生活。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哈，这女孩身材特别的好啊，高个儿大长腿哈，父母呢都是在老家体制内工作的，算是那种小康家庭的女孩，小家碧玉的哈，长得呢挺可爱的。现在呢她是遇到了2个男生，一个呢是她大学的同学哈，人长得很帅啊，目前在一家央企上班，工作呢还算很稳定的，家里在北京也可以买个房，但是只能交首付，后续可能会面临啊要一起还房贷。那这个男生呢他自己来讲的话哈，是比较喜欢的类型，男生对自己的事业啊还是蛮有规划的啊，这个人是很聪明的，现在也在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上努力，上进心还是很 OK 的。因为
共同经历比较多嘛，所以说他们俩是比较聊得来的，很多共同语言。但是就是在经济上呢，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点。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家境呢很好啊，家里有多套房产，父母呢都是在做生意的。这个男生对他呢也非常的好，在工作啊、学习啊这些方面对他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但是这个男生从外形来讲呢，就不太是他自己很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在经济方面呢，这个男生又比第一个男生要好很多很多，所以以后不会在经济方面有压力。他现在纠结的原因就是，如果跟第一位结婚，可能后来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他也不太希望未来会因为这些问题造成生活上的矛盾啊、吵架离婚啊什么什么的。那选择第二个呢，那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他那他现在很纠结嘛，如果选了第一个呢，又怕未来他如果经济条件一直都好不起来，那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选了他放弃了第二个男生呢？但那如果说选择了第二个男生呢，又怕自己没有那么爱他，结婚之后万一过不长久又怎么办呢？现在经济方面好像成了一个核心问题了。选择了第一个怕将来没钱过不好，选择了第二个呢，怕将来有钱没爱过不长久。万一第一个后来变得有钱了，自己又会不会后悔？所以呢，她嫁给第二个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物质，嫁给第一个呢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爱情。那大家觉得他到底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有的人他真的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恋爱他都谈不好，他还想结婚呢。我这儿有一个27岁的女孩说实话，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学历呢也不错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只不过真的太可惜了这女孩满脑子都是浆糊。我为什么这么说她呢？那前不久呢，她在我这相亲嘛，认识了一个男士33岁的，硕士学历，家境呢也比较好综合分数呢大概能打个90分。这女孩特别满意，于是呢他俩就开始认真的接触了。按说呢，这个门当户对的孩子们在一起谈恋爱谈恋爱就很好嘛，对吧？这个物质方面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嘛，大家呢都能付出同等的东西，对吗？女孩也不用太物质了，男孩呢也不用太抠门，是吧？结果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一开始接触女孩就跟男孩说了，我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家务活，到现在我的房间还是我妈在收拾呢，更别说做饭做菜了根本我就不会。她说她长这么大了连一根葱都没摘过，所以呢她希望以后家务活要么就男孩来做，要么呢就请个保姆做。然后关于孩子这块吧她就更离谱了，她说她完全不喜欢小孩，如果非要生一个也可以代孕行不行最后她还提了一点结婚的话彩礼呢可以不要，但是呢得由男方全款买一套100平以上的房子写双方的名字。她提出了这些东西吧，男孩呢没有表态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但是对女生的印象说实话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这男孩吧跟他接触了2周还发现这个姑娘消费方面非常的离谱，每个月他自己就挣1万多块钱，但是每个月的消费呢都是收入的好几倍，原来都是他父母每个月补贴给他的钱。他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呢也非常的满足，并没有什么要继续努力上进的打算，嗷嗷的啃老族，啃得挺心安理得。最后是因为这个男孩跟他约会的时候呢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餐厅，不太合他的心意，他就觉得这个男生太抠门了不尊重自己。而且席间呢男生提出让他计划开支规划一下自己的前途等等这些，结果就因为这个就生气了，回去就把男生给拉黑了。他说我不需要别人来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我说句大实话很多的人都不太明白一个道理，你在任何一段关系里边你都要懂得顺应人性。你如果就跟你自己过那没毛病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你要想结婚，你是找一个人一起过，那你就要明白2个人在一起生活，婚姻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讲，娶一个女人回家绝对不是因为我娶你回来我就是要宠你爱你然后我把钱都给你花我要为了你努力的去打拼，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女人为我生儿育女我需要有人做家务，我需要有人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当然对于一个女人也是一样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也不是想着我要去照顾他一生，我要去无私的奉献，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她需要一个男人去爱她，去宠她，去为她遮风挡雨，最好钱都拿给她花。所以这个才是人性里边最丑陋的那一面。
有很多底层的婚姻啊，本质不是爱和付出，而是我需要，我想要啊，我的目的是什么？是索取，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是价值的一种衡量。所以啊，你千万不要挑战人性，否则啊，死路一条。觉得我说的对的呢，别忘了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啊。北京的相亲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哈，这儿满大街都是人，随便一堆里面啊，就有好几个是单身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单着啊，又找不到对象呢？他们到底有多卷哈？比如一个有钱的大哥，不管你多么有钱，你要是想找一个小自己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谈恋爱，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可是呢，愿意真的跟你结婚的人啊，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呢，她也容易被年轻帅气的富二代看上呀。年轻又多金的男人，那肯定比年龄大的多金的大叔啊要有吸引力一些的。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只能死在沙滩上了嘛，这不就是被卷了吗？还有一些女生哈，长得很漂亮，她也很难结婚，特别是那种学历、家境、个人能力都不怎么好的，但是呢，这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想法却挥之不去。她们往往就是很不甘心，长期被有钱男人短择，自己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环境啊，有的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人家家境还好，学历也很好，工作能力还很强，精神还很独立，这样的女生分分钟就卷死你了。相亲市场就是个社会的缩影，你有钱，有比你更有钱的；你学历好，有比你学历更好的；你有颜值，有比你颜值更好的；你的家境好，也有比你家境更好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看上的呢，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呢，你看不上。现在连00后都来卷了，他们一到位，那些大姐姐们基本就要靠边站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大家到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呢。为什么和你相亲的女孩很难跟你谈恋爱呢？男生你节奏太快了的话，女生她是不敢跟你谈恋爱的。88年的男生在我这相亲相了1年多了啊，见了不下几十个女生，要么就是别人看不上他，要么呢就是谈一个黄一个。他甚至上午告诉我他脱单了，晚上就能告诉我他又分手了，我真的是服了啊！听说过闪婚闪离的，我就没有听说过闪得这么快的。后来我就问了几个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呢才知道哈，他总是把相亲对象当女朋友来处，那不处问题来才怪呢。他觉得呀，相亲的女孩只要是同意跟他约会了，就算是女朋友了啊，会对对方就有所要求啊，比如说要秒回他的信息啊，否则他就断定这个女孩一定是在跟别人聊天，动不动就拉黑人家、删除人家，搞得对方莫名其妙的。只要是跟他约会的女孩都说哈，他第一次约会就会动手动脚的。比如呢，请对方吃个饭、看个电影，他就想去拉对方的手；送人家女孩回个家啊，就想亲一口。他被拒绝之后呢，基本上回去啊，立马就把姑娘给删了。还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啊，真的还算是对他比较主动的，经常会找他聊聊天，也会主动约他出来，他也很乐意啊。有了之前的一些经验嘛，这一次呢他还是有所收敛的，以为呢是遇到真爱了。于是呢他还是在第3次约会的时候跟姑娘说哈，要做男女朋友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呢？结果又把这个姑娘给吓跑了。他的奇葩事儿哈，我都讲不完。还有第2次见面就跟人家说可不可以去见家长的。他有一回还问一个女孩说，想1个月内就结婚，问人家愿不愿意闪婚。总之吧，他就是把大直男的恋爱动态啊表演的简直集中的最集中的一位了。所以男生对于相亲对象，你不能把他当女朋友一样对待，你们还是陌生人好不好啊？还是普通朋友。你的节奏太快了，没有女生会跟你谈的，所以你就老成不了啊。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来个点评吧。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哈，说这些男生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啊，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哈，一个跟他聊天的都没有。他还很纳闷哈，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哈，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
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啊，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啊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舔口式的那种追求啊，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啊，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哈，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哦，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哈，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啊，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哈，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都懒得伺候。所以啊，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啊，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38岁的已婚男士哈，跟我说起了一段他的往事。33岁那一年呢，他跟一个女同学在同学会上重逢了。早年读书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关系特别的好，于是他们现在很快啊就坠入了爱河。原本来说呢，这样的关系应该是恋爱谈得很顺利才对，可是呢跟这个女生谈了1年多哈，他自己真正的体会到了跟大龄女生谈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她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生哈，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啊，如果你跟我分手了，我分分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有的是人追我，想嫁随时都能嫁，以前那些追我的人条件好得不得了，我不是也没同意吗？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等等之类的话啊。他还特别爱提及他的前任啊，说人家多么多么优秀哈。我觉得吧，他的这些话哈，大部分都是在自我安慰。其次呢，就是他的消费哈，我真的是也接不住啊，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这就不像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因为她有一点积蓄嘛啊，动不动就跟我来一句，哎呀，我花自己的钱啊，想干嘛就干嘛嘛，你管得着吗？实际上呢我们出去约会什么的，他就没有掏过一次钱，天天的哈，非常的虚荣。求婚必须去希腊啊，拍婚纱照呢必须去南非啊，度蜜月呢一定要到北欧。我跟他解释嘛，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非常忙。他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哈，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是违背他的意愿啊，那就是不爱他或者是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过你爱我呢？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了。还有哈，他的那一群少女闺蜜啊，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呢就说他们不想将就啊，就说呢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啊，那人家那些结婚早呢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啊。我就不知道哈，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很优秀呢？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好一点就是优秀吗？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完全活在偶像剧里哈，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呢就标榜他们啊经济有多独立，生活有多么没有负担哈，但是呢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啊，我承担也行，但是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呢？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呢？他说他不想当保姆啊，他做不到啊，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啊，他就要男女平等啊，一说到出钱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只要发生了矛盾，就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哈，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是一样的，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呢，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啊，他答应我的事儿呢，10有8、9是可以做不到的啊，但是我答应他的事儿啊，一件也不能变卦啊！我不相信他未来真的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是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哈，孩子都3岁了，我过得很幸福啊。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啊。这种大龄剩女是不是全都这样啊？有没有例外的呢？咱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
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比如说啊，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千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啊，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千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啊，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啊，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啊，这个啊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啊，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啊她什么都不想付出啊，也不想努力，她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啊，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啊，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啊。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啊，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啊，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啊，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